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根小草，这是个正面阳光的励志频道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有几个例子可以帮助说明认知失调。有一只狐狸不管怎么奋力的跳跃，就是吃不到结实累累的葡萄。于是狐狸心想，这些葡萄说不定很酸，还好我没有吃到。狐狸的自我的催眠就是著名的认知失调之一。A 先生从不愿意让人搭便车，昨天他破例让一个人搭便车，结果竟然被抢。B 先生常常让人搭便车，昨天他依旧让人搭便车，不久后也被抢。你觉得谁会比较悔恨呢？以上两个例子说明，人的认知失调功能会提醒你不要去做，会后悔的。做了之后，如果真的后悔，大部分的人也不会责怪自己，因为责怪自己等于承认失败与错误，因此我们拒绝停损。这个认知失调的结果，让我们极有可能重蹈覆辙，或者养成悲观的习惯。但是面对人生，我们可以过得更好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我们究竟该不该去做这件事？做了之后如果失败，我们又该如何呢？让我们做一个思考，有一个病毒正在蔓延，假如你被感染，会在1周内无痛苦的死去，得病的几率是1/1000。现在有研发出疫苗，你愿意花多少钱来注射疫苗呢？延伸问题，如果那个疾病需要志愿者试验出那个疫苗有没有效果，得病的几率一样是1/1000，你愿意收多少钱并参与研究呢？绝大部分的人都会提高这个研究经费，但花较少的钱去注射疫苗。但感染的几率都一样啊，生命的价值也应该都一样啊。因此，面对抉择去做与产生结果，加上认知失调的心理因素，我们可以学习到，要过更好的人生，我们可以1. 从错误的经验中学习认识自己。是的，我们应该承认自己会犯错，会失败，可以犯错，也可以失败。要紧的事情是，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但是我们若因此裹足不前，我们就经验不到曾经付出的美好，我们也不能更加认识自己。2. 从失败的经验学习乐观。既然决定要做的事情有时候会失败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，认识自己会发生类似的错误经验，应该提醒自己避免这样的场景，并且在失败的经验中建立乐观的习惯。3. 当您挫折时，才能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步伐。对事物不再眷恋，辞职、分手都是成长成熟的过程，因为您必须面对下一个人生目标，乐观地走向未来。虽然智商、记忆力、逻辑思维跟情绪智商是成功的要素，然而乐观却是得到健康、生活幸福的要件。现在就学习从失败中认识并调整自己吧，让我们找到解决的方法，并且能够持之以恒。乐观可以是后天培养的，我们能因此而变得更快乐。